老公，好久不见。阿峰，你就要和慈优结婚了，那我们怎么办？你放心，爷爷只能逼我和他结婚，不会碰他。而且我已经在申请留学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出国。阿峰，你对我真好，我爱你。一个是我的未婚夫，一个是我最好的闺蜜，你们让我觉得恶心。要不是家族联姻，我怎么可能与夏玲分开，与你虚与委蛇？我们的婚姻本来就是巧合的。你要是不喜欢我，你也可以出去找个男朋友。江子悠和3年前看上去有些不一样了。别叫我老公。夏玲这是怀孕了。慈优，对不起，这只是一场意外。那真是要恭喜2位了。慈优，我能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吗？夏玲，你不用跟他解释，孩子是我们的，跟他没有关系。生呗，这要是在古代，小妾替家里开枝散叶，这孩子生下来不也得管我叫一声妈吗？江子悠，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开个玩笑而已，你这么严肃干什么？爷爷让我接你回老宅，你是跟我走还是跟他走？先送我们去京都大酒店。原配给小三和丈夫当司机，真是闻所未闻。江慈悠，你不要欺负夏玲。严家给你点钱，就当是我对你的补偿。但你如果妄想更多，就别怪我没提醒你，连严太的这个身份我都会收回去。严凤，我们离婚吧。江慈悠，你威胁我？3年了，我只是想通了，与其守着严太太的头衔跟夏玲较劲，真是太没意思。现在夏玲也怀孕了，我就不耽误你们一家3口团聚了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不想将自己一辈子耗死在这段名不副实的婚姻空壳里。江慈悠，你说这话不心虚吗？你无非就是因为夏玲怀孕了，怕她威胁到你严太太的位置，想以此逼迫我们分手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我更不会多看你一眼。反正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，我回去跟爷爷说就是了。妈，听说你把那个小妖精也带回来了。我可什么都没说。你别看小优，有人在机场拍到你们的照片了，都上新闻了。你这么做对得起小优吗？论样貌、学识、性格，小优哪里比不上那心术不正的小妖精？妈，你别一口一个小妖精，夏玲她不是妖精。还护着，你还真是昏了头啊！孽障呀！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孽障呀？妈，你别生气，气坏了身体是自己的。小优，你放心，妈就算不认这个儿子，也不可能不认你这个儿媳妇的。我们全家都会为你做主。好，谢谢妈。走。最近公司处境不太好，所以天堂度假村这个项目我们一定要拿下。爷爷，天堂度假村是个百年难遇的好项目，大家都在盯着。别说吞下整个项目了，就连分一杯羹都很困难。要是能搞定那个人，就不难。谁啊？薄锦修。这名字听着有点耳熟呢。阿峰，小优，明晚是薄老太太的寿宴，你们好好准备一份生日大礼，
明日务必在薄进修跟前露脸，能结交上更好。知道了，爷爷。严峰虽然不是个东西，严家人却一直对我很好。当初知道我是江家认错的千金，也没有嫌弃我，说是我能拿下这个项目，可以顺势和严峰提离婚，也能回报严家。爷爷，你有那个薄进修的照片吗？薄进修来荣城后，一直很神秘，没怎么露过面，我也没有他的照片。好啦，吃饭的时候就不要聊工作上的事情了。房间都给你们收拾好了，今晚你们两个都去主卧睡。既然回来了，也该要孩子了。妈，我今晚有事要出去一趟。出去去找那狐狸精！今晚你敢让小优独守空房，我就找人去扒了那狐狸精的皮！妈，你别胡来！你看我敢不敢？玲玲，你别哭了，我明天一早就去找你。我和严峰交往的时候，他好像从未这样耐心哄过我，连我的初吻都是那个人夺走的。跟人家睡了3年，竟然连人家的真实姓名都没问过。怎么了？这么快就想我了？绿荫别墅，我要见你。不行啊，我跟你说了，我老公回来了，今晚我要陪我老公。你不准跟他睡觉。好了，再闹就过了。分手费你要是觉得不满意，我还可以再给你一间铺面。有了这些，你也不用再去黑马会所上班了。我根本不在乎这些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不管你是谁，我们都已经结束了。好了，我老公过来了，先不说了。江子悠，我跟你……好久不见呀，又漂亮了。都知道薄家是首富，却没想到这么富。古董，全是古董。严峰哥哥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玲玲，你别难过，是家里让我来的。我相信你，严峰哥哥。严峰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今天的合作很重要。要是因为你的原因处理不好，你严家继承人就别当了。严峰哥哥，我没事的，你先去忙。走吧。我一定要讨得薄老太太欢心，把江思悠彻底比下去。薄老太太，这是送您的祝寿大礼 ，Queen 的高定珠宝一套，价值800万。哎呀，这多夏小姐，谢谢夏小姐，800万，老太太喜欢就好，价格是其次的。众所周知 ，Queen 的高定珠宝只接受私人定制，每一条都是孤品。我也是费了好大力气才买来的，因为我觉得独一无二，才配得上老太太的身份。奶奶，这是给您的贺礼。奶奶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，奶奶。下一个送礼的是荣城严家。薄老太太，这是严家为您送上的祝寿贺礼，还希望您能喜欢。谢谢江小姐。老太太怎么知道我的姓氏？我明明登记的是严太太。慢着，我听说严太太有制香的爱好，该不会这香是严太太自己制的吧？看来是故意来找我茬了。没错，我平常就会有一些制香的小爱好，
这款香名为李王花净尘，采用的原料是蔷薇。严太太，你把自己制作的小玩意儿当做老太太70岁的贺寿大礼，是不是有点不太尊重老太太呀？这香能有几块钱？1000还是1万啊？就拿这种便宜买小门小户，还是说严家拿不出什么像样的礼品？还是说不够重视？贺礼是江慈优准备的，要是因为李欣得罪了薄家，陆家村的项目就彻底黄了。江慈优，你怎么办事？你是故意想让严家丢脸吗？就是我给严家丢脸了，就他拿得出来。我听闻3年前薄老太太来荣城休养，就是因为失眠的缘故。我这款香啊，特地做了助眠安神的功效，还希望能够缓解您失眠头痛的症状。严太太吹嘘成神药，要是香能治病，要医院干什么？这不是传统的李王花净尘，似乎还有淡淡的药香。我在传统配方的配比上做了一些改变，特地加了菖蒲、夜交藤等助神安眠的药物，所以才会有一些淡淡的药香。奶奶，这款香我挺喜欢的，你若是不要，就送给我好了。哎呀，谁说我不喜欢啦？这香啊，我刚闻过，还觉得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啊。小郑啊，赶快放到我的卧房去，省得有人惦记。好。我送800万珠宝，老太太不多看一眼。江慈优那不值钱的薛香，她当宝贝一样收起来。老太太是老眼昏花了吧？阿凤，我是听严家想要度假村的项目，所以我就要了张邀请函进来，想帮你一下。你有心了。慈优，我刚不是故意盯着你，我是怕你得罪薄家老太太。刚才真是多亏了你啊，差点就得罪了薄老太太。现在又在这装白莲花，夏玲，垃圾袋都没你能装。阿凤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肚子好痛。江慈优，你给我闭嘴！这么心疼啊？那离婚啊？江慈优，你除了拿离婚威胁我，你还会干什么？你明知道我跟你离婚，爷爷就会把我严家股份转到你名下，爷爷不会接受夏玲，不会让我继承严家。你的心肠怎么这么歹毒？严峰，没关系，他肯定不是故意的。我肚子好疼，我们的孩子会不会有事？带我去医院。严峰，你想清楚你今天来这里的目的。你现在大庭广众之下抱着别的女人离开，我们严家就会沦为笑话，你让薄家怎么看待我们严家？更别提拿到度假村的项目。别老我，要不是你，连林肚子也不会疼。我去就会。您好，您是严太太吗？是我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我是京城司令的孙女白浅，可以冒昧问一下，你那个香薰的配方吗？我可以花钱买，多少钱都行。我那个配方不是什么要紧的秘密，我其实自己制着玩的。白小姐要是喜欢，我送给你也行。真的可以送给我吗？实不相瞒，我是看薄老太太喜欢，所以想着以后制成了可以讨她欢心，这样也许薄进修就能对我另眼相看啊。原来是这样，那我们加个微信吧，晚上我发给你。好，我也要。你说这群京圈名媛，他们讨好江慈优，他们图什么呀？你没瞧见薄家老太太只看上了江慈优的礼物，这些名媛呀，想要拿到这些配方，方便以后讨好薄老太太欢心，嫁给薄进修，成为薄家少奶奶。上个月我还见到太子爷了，他还夸我变漂亮了。哦，算是看出来了，你们都喜欢薄进修，都是冲他来的。江姐姐，我们的确都喜欢薄进修，但绝不是因为他薄家首富的头衔。你如果见到他，就会明白，但凡是看过他那张脸的人，都会觉得这世间再无男子能与之媲美。原来大家都是颜控，就像我养了3年的小白脸，
也是帅得不可方物。江姐姐，我还有事，就先失陪了。好。少爷回来了。我倒要看看令这些小千金疯狂迷恋的金圈太子爷究竟长什么样子。是我在做梦吗？怎么薄敬修长得和我养的小白脸一模一样？他是谁啊？他就是薄敬修啊，京圈独一无二的太子爷。3年未见，他好像比之前更帅了，也更冷了。刚刚不是还有人说要追人家吗？结果呢？人家从他身边过的时候，他连招呼都不敢打。是他？不能吧？他的气质完全和小白脸不一样。小白脸好像一个炙热的太阳，这个薄敬修就像一座冰山一样。不可能，肯定不是他。是，这个就还不错。对啊，最近还可以。你怎么样？幸好薄敬修不是小白脸。说话，说话。我保养了3年的小白脸，竟然真是薄敬修。他当时为什么没有反抗？今天严峰带着夏琳出国，得了，追渣男不值得。这儿的帅哥这么多，等着姐去给你点，随便你挑。我去上个厕所。喝呀！行，好好休息一下，别说那么多了，快喝快喝！哇！你是沈诺给我叫的男模吧？我都做了什么荒唐事？我慌什么？严峰在外面温香软玉，凭什么我要苦守寒窑？以后姐姐养你，每个月给你10万，怎么样？啊？要是知道小白脸就是薄家太子爷，给我1万个胆，我也不敢招惹他。哎，好久不见。是。咱们也过去吧。走吧，去给包老太太敬酒。能不去吗？万一待会儿薄敬修在严峰面前乱说，就死定了。你胡闹什么？万一耽误了严家的合作，让我跟爷爷怎么交代？
算了，横竖都是一头。博总，博四爷，我是荣城严氏的严峰，久仰大名，我敬您一杯。严氏，海丰建筑的严氏吗？博总知道海丰建筑？严海峰是我的爷爷，他一直夸你是商界的天纵奇才。这次度假村项目，博士要是能跟严氏合作，那真是天大的幸运。是吗？但这个度假村项目跟谁都可以合作，唯独不能跟严氏。冒昧问一句，博四爷，严家哪里得罪你了？那你就要问严太太。江慈佑，你哪里得罪博四爷了？赶紧道歉！小白脸，赤裸裸的报复式。没想到博总这么记仇。3年前出门不小心刮了您的车，当时不知道您的身份，所以才只丢下了1000块就走了。这点小事难为你还记得。博总的车价值千金，拿1000块就想糊弄，赶紧道歉。3年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多有得罪，还希望您大人有大量，不要跟我一个小女子一般计较。怎么，一杯酒就想把我3年的郁结之妻一笔勾销啊？那我要怎么做，博总才能消气呢？一杯不行，1瓶可以考虑。他们不会得罪了博总吧？这1瓶谁能喝得了啊？严太太，请吧。说是这1瓶酒能够买断这3年的孽缘，倒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还希望博总能够说到做到，我把这些酒喝完，我们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。也希望您能够摒弃掉对严氏的偏见，至少给严氏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。当然。这严太太真是女中豪杰，又美又飒的，就是她老公真是个不中用。就是这时候让一个女人冲锋陷阵，自己一声不吭，真是个吃软饭的。自己的老婆也不维护，根本就不是个男人。就是。慈由是我太太，她犯的错，我愿意代她和博四爷赔罪。这些酒，我替她喝。严公子真是个好丈夫。哪里？那你喝吧。严先生，还有2杯呢。虽然渣男不值得同情，不过拿下项目要紧。这2杯酒我来喝。酒喝完了，博总也该消气了吧？严公子跟严太太真是伉俪之身。看来这次的危机解除了。我先去趟厕所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没注意。没事，回去洗手间处理一下。这么多的酒，你在洗手间也处理不干净，不如这样吧，我带你去楼上换套新衣服。也好，那就麻烦博小姐了。走吧。
你换好衣服就下来。放心，这个房间常年没人住，门也是指纹锁，不会有外人进来的。好，谢谢你啊。没事。谁？博总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博小姐让我上来的，我衣服上弄上了红酒渍，她让我上来换衣服。这是我的房间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博小姐跟我说这里常年无人居住的。她说的没错，那是因为这3年我都住在绿荫别墅。你先换衣服吧，待会我们聊聊。好。博总，你知不知道有句话叫非礼勿视？你能不能先出去一下？我呢，读书少，我不知道。这个光明正大在我面前耍流氓的男人，才像是我包养了3年的那个小白脸。反正该看的不该看的也都看过。电话，管他呢！我老公打来了，我得接。喂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我上楼换个衣服，马上下来。就你事多，我今晚有事不回老宅了，你自己打车回去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谈什么？离开严峰，来到我身边。你笑什么？你的意思是让我放弃严太太的身份，来当太子爷的地下情人？严太太这个身份，让你这么留恋吗？严家虽然比不上薄家，但也算是家财万贯。当严家的正牌女主人，总好过当一个见不得光的地下情人吧。我从没想过让你当地下情人。那怎么，你想娶我？博总，我们就是玩玩而已，何必这么认真？这3年，你很开心，我也很开心，我们2个好聚好散，不好吗？你还爱你的丈夫？当然。所以，你只把我当成报复你丈夫的工具？薄敬修这样的人物，不是我能继续招惹，还是要快刀斩乱麻。确实如此，不过我不知道你的身份，如果知道的话，我一定不会来招惹你的。这3年来，在你心里，我只是一个工具是吗？江子悠，你真是好样的。江子悠，天底下从来没有人把我当成工具，用完就耍了。合作该怎么办？我怎么这么想不开，招惹了一尊大佛？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这个家？你再夜不归宿，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。妈，我这几天在公司忙工作。工作还顺利吗？托某人的福，非常不顺利。怎么了？今天博士公开招标，其他公司都收到邀请，唯独海丰建筑没有。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你们的好儿媳，3年前得罪了人家太子爷。这件事情如果不解决，度假村的项目就没戏。江子悠，你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解决，别指望我。这个项目若是真的拿不下来，就算了吧。爷爷，你怎么这么偏心？我自己造下的孽，我不能连累严家。爷爷，明天我就带些礼物去 BJ 大厦拜访太子爷，一定为我们严氏拿下投标机会。好，好啊，我几次登门都被拒，明天我就等着博士的招标文件，看看你有多大能耐，
你好，请问博进修的办公室在几楼？我们总裁的名讳也是你可以直接叫的，你和总裁什么关系？我代表严氏过来和博总商讨工作上的事。严氏真够阴的，还想用美人计。抱歉，我们总裁说了，严氏的人一律禁止进入 BJ 大楼。保安，把他赶走。请吧。抱歉，我先打个电话。快点！喂，小白脸，我在你公司楼下。严氏不知道从哪找来的极品，居然比明星还美。没有什么用，之前严氏总经理亲自登门，博总都没给面子，还真是黔驴技穷了，派一个花瓶过来。博总什么女人没见过，才不会上钩的。还不把他带出去！让江子悠上来。江小姐，总裁让您上去，办公室在32楼。好的，谢谢。哦，对了，之后再在门缝里看人的话，我就不轻拿轻放了。我是总裁助理高晨，博总还在开会，麻烦江小姐在这儿等一下。好。博进修有女儿了，奇怪，为什么会感觉有些难受？也是，毕竟睡了那么久。你女儿啊？你女儿啊？除了跟你，我还没有到处勾搭人的习惯。说笑了，堂堂博士总裁怎么会随便勾搭别人？你来找我做什么呀？真实的博进修性格就是这样的吗？薄凉冷漠，跟过往3年完全不一样。我们之间的事情，能不能不要牵扯到严氏？严氏的资质也很好，不至于连个招标机会都得不到。严峰让你来的？不是，是我自己要来的。我知道我得罪了你，但是博总一定是一个公私分明的人，对不对？你不用给我戴高帽。我这个人呢，最喜欢的就是假公济私，公报私仇。那你到底怎么样才肯给严氏一个机会吗？坐。你能不能给严氏发一份招标文书？美人计对我没用。没用你不早说，害得我装了这么久。我错了，这件事情真的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？有啊，你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那你从严家搬到绿荫别墅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那你现在就去给严氏发一份招标文书。好。总经理，博士给我们发招标文书了。真的吗？给我看看。
博士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？今天姜子悠去了博士，招标书就下来了。他难道跟博总有什么关系？哎呀，肯定是被总经理您三顾茅庐的真诚给打动了呀。也是，姜子悠怎么会认识博总？喂，子悠，招标文书的事情怎么样了呀？已经搞定了。搞定了，我的姐妹果然是最棒的。接下来是不是要提和渣男分开的事情？我会等一个合适的时机，就和爷爷说我跟严峰分开的事。江家认回了亲女儿，你已经回不去了，这会有什么打算吗？放心吧，我能养活自己。接下来我要好好搞事业，争取当上黄金档女主播。男人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。说得好，支持你啊！拜拜，拜拜。姜子悠，你敢放我鸽子啊？这话怎么说？你明明答应我从严家搬到绿荫别墅了。我是答应你搬到绿荫别墅，但我又没说什么时候搬过去。我打算5年之后再搬过去吧。5年？你怎么不说50年呢？好了，没什么事牵挂了，晚安。听说新来的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，还在 NBC 实习过，履历很厉害。这么说来，姜子悠的黄金女主播身份是不是保不住了？那不正好？姜慈悠她有什么本事？不过就是脸长得漂亮，让广告商买账吧。论能力，我们谁不比她强？子悠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你们说我漂亮的时候。慈悠，我们大家开玩笑呢，你别放在心上。我们这不是也是害怕你黄金主持人的位置被人抢了呢？你还不知道吧？今天来的那个新人，主任好像想让他顶替林姐的班。对，本来这个位置是属于你的，毕竟你给我们电视台拉了这么多广告，但现在可不一定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黄金新闻档需要的是专业的主持人，而不是一个销冠。慈悠啊，你这次是真的危险了。销冠呢，也比寄生虫好。台里的事情我听唐主任安排便是。倒是听说你这个月晨间新闻的广告位一个都没有卖出去，主任已经很不满。你还是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吧。姜慈悠，你骂谁是寄生虫呢？一大早的吵什么呢？主任好，主任好。今天电视台来位新同事。大家好，我叫夏玲，是位新人，初次见面，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。慈悠，好久不见，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，你可要多多照顾我呀。你们认识？我们是高中同学，也是最好的朋友。我们确实是高中同学，但是最好的朋友这个名号我可担不起。对，我不配做你的朋友，是我出身寒微，一厢情愿罢了。姜慈悠，你到底在高傲什么呀？人家可是哥大的高材生，能说是你的朋友，那是抬举你还这样不识好歹。别理他，他是我们这儿出了名的万人嫌，以后我们大家都是你的朋友。夏玲，你先跟薇薇安熟悉一下环境。新闻部9点开会。走。林姐下周就要完成交接，离开电视台，所以1周之内，我们必须确定黄金档主持人的人选。主任，我觉得夏玲就很合适，履历好，主持能力也很专业。夏玲是很优秀，但这个位置本来就是留给慈悠的，她身上的广告合约最多，人气也最高，
哼，新闻部又不是广告部，看的是专业能力过硬，总不能一直看脸吧？我是新人，关于黄金档主持人的位置，我不会跟慈优抢的，这个位置我就给他。怎么说的好像这个主持人的位置已经是你的囊中之物，要你让给我一样？慈优，我根本没有这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好了，别吵了。我们电视台打算采访一位重要的大人物，谁要是能在1周之内拿下首访权，谁就是黄金档的主持人。主任，这大人物是谁啊？博氏集团的少公子博进修。上次耍博进修的回旋镖射中了我自己。哎呀，黄金主播是我之后吃饭的家伙，不能丢，更何况还是跟夏琳竞争，不争馒头争口气。江小姐，你有事吗？博先生，我是荣城电视台新闻记者江慈优，想跟您约个人物专访，您看您有时间吗？江慈优，你脸皮真厚啊！上次放我鸽子，这次还想约我的专访。博总，我是真的有诚意想约您的专访，给个机会吧。行啊，那你先在绿荫别墅里给我赔礼道歉，其他的事我慢慢的说。去了，指不定发生什么。既然是公事，就约在白天吧。您跟我说个时间，我一定过去给您赔罪。行，那明天早上9点，皇家高尔夫球场见。好。小姐看着面生，是这里的会员吗？严峰是我老公，我是家属，应该也能进来吧？你也是严太太？也？这难道还有其他严太太呀？那位说她也是严峰先生的太太。你等一下，我去找经理。慈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来还不知道有人用我的身份在外面招摇呢。慈优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明白？你们两位到底谁是真正的严太太？当然我是。夏玲，你说这人不要脸起来还真是挺牛逼的。我才是严太太。哟，你们说说这一大早演什么戏呢？这真假严太太呀？太子爷，我记得之前老太太生辰宴上，严公子带着严太太前来赴宴，您应该知道谁是真正的严太太吧？吴总，还希望您能认一认。原来他就是太子爷博继秀，是我要争取采访的对象。要是我假冒的身份被他揭穿，采访的名额非江慈优莫属。但是那天那么多人，他不一定能记得吧？3年的交情，这个节骨眼，顺手帮个忙，应该不过分。我不认识什么严公子、严太太。如果你们想知道谁是严太太的话，给严公子打个电话，亲自指认就好了。啊，对对对，我真是糊涂了，我这就给严公子打电话。狗男人，他是故意的。王经理，什么事？严公子，您说今天严太太会过来，现在来了2位严太太，您看看，到底哪位才是您的妻子？白衣服的是我老婆。哼，当众下我脸，我当时瞎了眼才会看上我严峰这个渣男。玩不起就不要来这里玩，冒充别人太太被当众抓包，真是丢死人了。指不定啊，是严公子的小三，故意来这里挑衅正宫的，结果被打脸了。小姐，您并非我们这儿的会员，请您立刻离开。我办张会员卡是不是就可以进去了？啊，可以是可以，但我们这儿的会员卡要200万。我知道，刷卡吧。嚯，怎么这么多钱？哦，他居然拿得出来这张卡！您就是江小姐对吧？天啊！我这就带您去 VIP 室为您办理会员卡。让开！哎呀，
江小姐手里拿的那张卡，好像是猎豹黑金卡，全球限量500张。江子悠，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？他居然有这么多钱，他到底什么人呢？是啊，他到底什么人啊？走，我们一起看看。薄先生，我可以坐在这里吗？严太太，请自便，这里是公共休息区。薄先生，我其实是来特意找你的。严太太找我有何事？薄先生，我是荣城电视台记者夏玲，关于此次度假村的项目，我们想跟您约个专访。没有兴趣。薄先生，这个项目需要热度招商引进，所以您需要做好这个项目，向薄董事长证明自己的实力。只要你和我们谈合作，日后你需要媒体的地方，尽管跟我们说，我们全力配合，实现共赢局面。薄先生应该是被我说动了。哇，太强了吧！江小姐，你好厉害啊！要不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哇，漂亮！江小姐，你是专业的选手吗？能不能收我当徒弟啊？过奖了，业余爱好而已。你们在干什么呀？太子爷，江小姐的球技实在是太好了，我们这些人都比不过，可能也只有你的水平能跟她比一比了。薄总，敢不敢比一比？你想怎么比啊？就比这个4杆球。把我的球杆拿来。既然是比赛，总要有个彩头吧？你想要什么？要是我赢了，薄总的首次个人专访能不能给我？那你赢了再说吧。来，大家说怎么样？比一个呗！比一个！那薄总先来。哇塞！哇！天啊！是差一球，2球进4都。薄总，还得是你啊！江小姐，你就认输吧，人家薄总的师傅可是全国冠军谢先生，你比不过的。我还没打呢，怎么就知道我会输啊？请播。嚯，是一杆惊动呀！江小姐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。太子爷，你不服也不行啊！你看怎么样，薄总，答应的事情总要说话算话吧？我只说了，你赢了我再说。狗男人又开始耍赖。太子爷，你这样就太不厚道了吧？怎么能欺负一个小姑娘呢？对，薄总，你不能欺负女孩子，愿赌服输呗。薄总，还是当小白脸的时候乖巧。我进修现在怎么这么难伺候？江子悠，你也不过如此。总好过你连跟薄总搭上话的机会都没有。江子悠，这破天的富贵就轮到我们了。小佳，你们俩谁拿到了薄总的专访权？博士同意我们采访了。那可不是，博士那边刚打电话过来，约了明天，让我们的人9点过去。早上薄进修的态度很明显是没有答应我，是改变主意了。那我们派谁去啊？那倒没说，只是让我们的人9点过去。薄总腾了2个小时的时间，薄总到底答应了谁？主任，是我。好，小夏，我就知道你是有本事的人。那你安排一下，明天9点做专访，这件事办成了，你前途无量啊！
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我怎么状况也太厉害了！夏琳，你可真厉害，你是怎么办到的？果然是名校毕业的，实力就是和某些花瓶不一样。夏琳，这黄金党主持人的位置非你莫属，是不是要请客我只是运气好罢了。这样就按我请客，请大家去太古屋吃日料。好。子悠，今晚吃日料要一起吗？好啊，有人请客为什么不去？夏琳，你经常来这吃饭吗？没有，只是偶尔过来。这种地方可不是一般人能消费得起的。夏琳，你还骗我们说你家境平凡。没有，我家境确实不怎么好，不过我有个家境不错的老公，他还很爱我。我跟他出国留学也是他带我去的。什么时候把你男朋友带来给我们看看？这么好的男人，现在可是稀罕物。好，一定会有机会的。服务员，把菜单给那位女士。子悠，你喜欢吃什么就点什么，不用客气。你要看看吗？不用，你的品味我是知道的。你们花了98万，啊，这边是您点了我们这边所有的菜品，加了4瓶20万的红酒，还收取了额外的5%的服务费。姜慈佑，你故意的是不是？让你点个餐，你直接点了98万，你要不要脸？一辈子没吃过好东西吧？逮住便宜就给占了。他点的菜，他负责。不是，吃的时候你们都一声不吭，吃饱了就翻脸不认人。再说，这酒我只点了1瓶，剩下那些都是你们点的。姜慈佑，你还狡辩！那既然你们这么维护夏琳，不如这顿饭咱们黑黑吧，反正大家伙都没少吃，AA 最公平。夏玲，你男朋友条件这么好，将来就是豪门太太，才不会为了这一顿饭跟我们计较吧？对吧，夏玲？严峰出国后，严家就不给他经济支持了，他好面子，不肯和家里要钱，我们的日子也不如表面风光，怎么付得起98万的餐费？我去打个电话。我男朋友说这顿他买单了。夏玲，你可真幸福，男朋友又帅又有钱。某些人心里再多算计也没用。就是啊，夏玲，真羡慕，真有福气，真好。我先走一步。江思佑，我说过多少次，不要欺负夏玲，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吗？那你就管好你的女神，先撩者贱。江思佑，我不喜欢你是对的，你看看你这副样子，哪一点值得男人喜欢？既然如此，不如我们分开好了。又威胁我，江思佑，你有没有点新型的手段？严峰，我是认真的，你好好考虑一下，看在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，好聚好散吧。阿峰，江慈佑明明爱你爱得死去活来，
可这次回来跟你提了好几次分手，莫不是他外面有了野男人，给你戴了绿帽子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我们就收集好证据，到时候让他没有脸面待在严家，爷爷他们自然也不会再向着他，他只能净身出户，到时候严家就还是你的。喂，帮我盯好江慈佑，有任何情况立刻来报。你真的把手风给了夏玲？想知道？那就来绿荫别墅。你不挺有骨气的吗？我还以为你这辈子不会来见我。我已经来了，你可以告诉我，首访是不是选了夏玲？江慈佑，我已经不是你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小白脸了。你想知道什么？看你表现。看来不让不进修消了这把火，我们之间的事情没完了。算了，都睡了3年了，多一次也无妨。喂，严公子，我看见江慈优并没有回到严家老宅，而是去了绿荫别墅，都进去好几个小时了，一直没有出来，好像有男人的身影从窗户那里闪过。好你个江慈优，居然真的在外面找野男人！阿凤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你们怎么来了？说吧，江慈佑，你是不是在这里跟野男人私会？阿凤，你看，江慈佑在这里，果然藏了男人。江慈佑，你做出这么不知廉耻的事情，即便我们的婚姻是假的，被爷爷知道，也会剥夺你的一切，净身出户。我今天就带你和你的小白脸去见爷爷。这里没有人。人人，你心虚什么？让开！江慈佑，这回你死定了。江慈佑，你把人从哪儿去了？你也翻遍了，这里有没有人，你心里没点数？男士的西装外套，你怎么解释？当然是买给严峰的，但是现在看来，当块抹布可能更合适。怎么，你这种事情也要去找爷爷主持公道吗？江慈佑，你最好别让我发现你有什么不轨的行为。玲玲，我们走。慢走不送。薄剑修去哪儿了？你老公请的侦探，我帮你收拾了。江慈佑，你又欠我一次。你好，是电视台的人吗？我是总裁秘书高晨，博总让我来接你。你好，高秘书，
我是夏琳。总裁秘书亲自接待，我们林姐面子可真大。是啊，你说林姐跟太子爷会不会是朋友啊？普通采访怎么会有这种待遇啊？博总，我是今天采访你的主持人夏琳。昨天我们见过，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专访。我忘了，博总不愿意跟人握手。那我们的专访现在开始。等一等，等一等，我记得今天跟我约采访不是夏小姐吧？昨天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荣城电视台愿意和博士开创共赢局面。我昨天输球给了江小姐，答应她采访，是她赢球的彩头。我记得夏小姐应该也在场吧？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。我说呢，她原来是这样啊！根本我就不是。博进修院主说，既然采访的不是江小姐，那也没有什么。那我们的采访怎么办啊？原来拿下博总的不是林姐，是慈优姐。不愧是慈优姐，就没有她攻克不下的采访。不过明明是慈优姐的功劳，夏玲姐却冒认了。可不是，还被博总当场揭穿，丢死人了。夏玲，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？博总约的不是你，你还上赶着去丢人！我警告你，公司拿不下这个采访，你就不用回来了。主任，不是我，昨天是我搞错了，叫江主持过来吧。小江，明明是你拿到这次专访，你怎么不解释呢？我们都误会了。主任，谁去采访不是一样的？这哪能一样？你的功劳就是你的，更何况博总点名非你不可，你还是快点过去吧。夏玲去了，我就不去了。我相信她有这个能力，反正都是为台里做事，我不会计较的。这哪能行？博总指定的是你，要不你看，我给夏玲打个电话，让她回来给你道个歉。夏玲，马上回台里。夏玲，你怎么回事？博总明明答应的是小江，你却说是你，赶紧给小江道个歉。慈优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抢你采访资格的。你快去博士吧，大家都在等着你呢。夏玲，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一场误会来解决吗？当初他和严峰在夏令营私会，回来解释是一场误会，怀了严峰的孩子也说是一场误会，现在还是一场误会。那你想怎么样？都听你的。思优，我知道你是因为严峰的事一直怪我、怨我，我不奢求你能原谅我。不管你信不信，这些年我一直活在愧疚之中。如果你怪我，那你就打我。江慈优，你别太过分了，夏玲都道歉了，你还得理不饶人？是我的错，不怪慈优。明明就是博士没说清楚，更何况谁知道他江慈优用了什么手段，拿到了博总的访谈。至少我们干干净净的。好了，没事。哎，江慈优，你干什么？之前李太太一直问我，每天半夜给她老公发消息的女主播是谁，说是眼角有颗红痣。看你眼角好像就有颗红痣，我发给李太太确认一下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博总还在那边等着呢。慈优，就算给我个面子，赶快过去吧。好的，主任，我这就过去。好。
再次感谢荣城著名企业家博氏集团的总裁博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。怎么，亲完就丢啊？我台里面还有点事儿，现在是工作时间，我得回去了。都已经11点了，你们台还在工作？吃完饭再走。高晨，你笑什么？我们认识3年，好像都还没有一起吃过午饭吧？那是因为你把我只当成了你的陪床工具。博总，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吧。江子悠，你要不要当我的女朋友啊？我结婚了。你跟严峰根本就是假领证，还不是夫妻。你都知道了。他根本就不爱你，你为什么要在一个不爱你的人身上浪费时间？你不如换个人，我觉得我挺合适的，尤其是那方面挺合适的。为什么是我？因为这3年的关系结束只能我提。这么记仇，你这3年靠我养，半点亏都没吃。继续在一起也可以，但是有一个前提。什么前提？不谈利益，不讲感情，只图开心。我们都不要去束缚彼此，不去干涉彼此的私生活，要给彼此足够多的空间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想跟我谈感情，只想跟我睡觉啊？谈感情太麻烦，有了感情就会有了贪念。我们像以前那样各取所需，开开心心的不好吗？我早就不相信忠贞不渝的爱情了。和严峰认识20多年，都可以从青梅竹马走到相看两厌。我不想再重蹈覆辙，即使对你有些不一样。你不愿意啊？那就算了。行，那你今晚搬到绿荫别墅。我还有些事情没处理完，等我处理完就搬过去。好。江子悠，你对夏琳到底做了什么，害她差点流产？你少装了，你抢了她的采访还不够，还当众侮辱掌掴她。她肚子里的孩子有什么事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夏琳跟你说是我抢了她的采访。他不用说我也知道，你自小就争强好胜，我学什么你就学什么，事事都要压我一头。你最喜欢占别人的风头，你对我尚且如此，更何况对夏琳。的确，从小严峰学什么，我也跟着学什么，但我只是单纯想要更多的时间能跟他玩到一起，没想到在他眼里是这样看我的。
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，正好今天你回来了，我们去跟爷爷说一下分开的事情吧。江子佑，你烦不烦？你就会做这些是不是？有本事你就去！我这次是认真的，我现在就去跟爷爷说。妈，爷爷，我有件事情要跟你们说。小优，怎么了？这3年来，很感谢你们对我的照顾。从今天晚上，我就打算搬出去住了。是不是你又做了什么，惹小优生气了？你这个混账东西，赶紧过来给小优赔罪！妈，我跟严峰打算分开了。你们要离婚？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就没领结婚证，所以也谈不上离婚。那你们的结婚证？那是个假的，对不起啊，妈。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是你，对不对？江思友，你还真是不是？你是在逼我做选择是吗？你以为我不敢？妈，你也别打严峰了，感情这事儿勉强不来。他爱的是夏玲，夏玲现在也怀孕了，我不想折磨他们，也不想再折磨我自己。合作案是我为严氏做的最后一件事，也算是报答了严家。夏玲怀孕了。严峰，你和那个小贱人就是这样欺负小优的，难怪他非要离婚，你们怎么对得起他呀？妈，夏玲肚子里是我的亲骨肉，是您的亲孙子，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？妈，反正我都放下了，你们也放下吧。这辈子做不了您的儿媳，我愿意做您的女儿。罢了，罢了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你们要分开就分开吧。爷爷，妈，你们永远都是我的亲人。无论如何，我这辈子只有小优这么一个儿媳妇。你，江思悠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事到如今，你还觉得我是在闹是吗？你故意抖出夏玲怀孕的事，不就是想陷她不义？你不是想真的分手，你就是想逼着严家动手，让夏玲打掉这个孩子。你其心可诛啊！既然你不相信，那就交给时间。严峰，这次我真的打算放过你。已经被江子佑纠缠着，我厌恶极了。为什么现在他走了，反而心里像是空了一块？他是真的放下我了，还是又在演戏？回来了。堂堂博士总裁，这是在做什么呢？我做了一天饭。你还会做饭？不对，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要回来的？男人的直觉呗。走吧。这些都是你做的？对啊，花了我3个小时。很好吃哎，你怎么这么会做饭？我13岁的时候被丢到英国留学，真的很担心
白人的饭我吃不惯，就自己学着做了。那你平常都是自己做饭吃啊？很少，但是今天呢，是庆祝。庆祝？庆祝什么？庆祝江小姐弃暗投明。快，多吃点嘛。这么晚喝咖啡，晚上不睡觉了？本来就失眠，无所谓。晚上不睡觉，正好我们可以找点事情做。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。你说。你为什么要隐瞒身份？你从来也没问过我的身份啊。也是，这3年来，我从来没有关心过他，也没有好奇过他，除了睡觉，对他一无所知。所以你早就知道我跟严峰不是真正的夫妻。我对别人的老婆不感兴趣。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在黑马会所那天晚上，你喝醉了，拉着我给我讲了一堆我不听都不行。所以那天晚上我们什么都没发生？什么都没发生啊，你靠在我的肩上睡着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？那你还会包养我吗？我怎么感觉我被算计了？你说你堂堂博士总裁，怎么会有这些怪异癖好？谁还没有点小爱好了？江思悠，在黑马会所那一晚，我一眼就认出你了，可时至今日，你却还是没能认出我。好了，问题也问完了，现在我们该办正事了。今时不同往日了，现在你的身份不一样，我们既然还选择继续在一起，就要约法3章。怎么约法3章？第一，我们只谈风月，不谈感情，不要爱上对方。第二，我们要绝对尊重彼此的隐私和独立空间，这里2层属于你，3层是我的。第三，我们在一起的这段时间，彼此不可以有第2个床伴。如果你觉得腻了，可以提前通知我，我们的关系随时结束。我可从来没有跟别人分享女伴的习惯。成交。你有什么想法和需求，你可以提出来。我就一个要求，这一次什么时候结束，我说了算。这个男人还挺小气，感情是我上一次先提分手，伤了他的自尊心。行，只要你遵守游戏规则，你说了算。但是，一旦违反了游戏规则，我们的关系随时终止。好。慈悠姐真是太厉害了，恭喜你啊，即将成为黄金档的主持人。慈悠姐，苟富贵勿相忘啊！是啊，恭喜啊！江慈悠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是怎么回事？哎，魏薇安和恒利老总的事情被李太太发现了，李太太昨天找人当街扒了她的衣服，这事儿都上热搜了。她怎么好意思怪慈悠姐是自己不检点，电视台的脸都被她丢尽了。这里果然是个墙倒众人推的地方，以前他们也是这么说他的。好了，别聊了，去开晨会了。今天有2件事情宣布。第一件，魏安因身体原因已经辞职。第二件，
第二件事肯定是宣布我们慈幼姐成为黄金档主持人了吧？主任，你有话不妨直说。之前我说过，谁拿到博总的专访，谁就是黄金档的主持人。但今天早上，夏玲拿了严氏5年的广告合约。严氏5年的广告合约？夏玲，你可真厉害！夏玲，你不是说你的男朋友叫严峰？我怀疑你就是严氏的少奶奶。不是啊，你的风头还不是照样被我抢走了？慈幼和夏玲对电视台的贡献都不能漠视，所以我打算让你们轮流进行为期3天的黄金档主持人，让观众进行投票，凭自己的专业能力赢得这个位置。散会。走吧。小优，其实我看好你的，你的节目向来是台里收视率最高的，我相信你不会输给夏玲。这场比赛只是走个过程。谢谢主任，我会努力的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这里有最新的时事动态，最热门的社会焦点。看现在的数据，黄金档主持人非慈幼姐莫属了。也是，无论从外形还是专业度，慈幼姐都无可挑剔，太厉害了。还是在最后时间也太好了吧！如无意外，夏玲姐很难超越了。哎，夏玲姐的票数怎么突然疯狂上涨？这怎么回事啊？杀人犯的女儿当黄金档，快看！慈幼姐上热搜了，又不是她是杀人犯，我也觉得这是两码事吧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会。她真的是杀人犯的女儿吗？慈幼姐还不知道吧？这怎么办呀？你们怎么了？小姐，你妈妈真的是殷如云啊？那个，听说你妈妈杀你爸爸的时候，你也在现场啊？江姐，你好像从来都没有提过你的家庭和父母啊。你们别问了，这些又不是慈幼的错。慈幼，你没事吧？网上那些事你别放在心上，毕竟你父母的人生又不是你。夏玲真是好手，看似安慰我，实际上直接坐实了我是杀人犯女儿的事实。夏玲，是你干的吗？慈幼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也是刚看网上的信息才知道的。最好不是你，否则我的脾气你知道的。小佳，我知道你的家庭和你无关，但这件事闹太大了，民众的抵触情绪很高，我不得不为电视台考虑影响。黄金档主持人的位置交给夏玲，等到事态平息了，我们再做调整。好，你也很久没休年假了，先放假1周，回去好好休息吧。好的，唐主任，我知道了。你今天用了什么洗发水啊？这么香。怎么了？心情不好？是啊，所以急需安慰。是因为网上发的帖子吗？没想到势力万机的博总也有闲情上网冲浪。我已经查到这个帖子是谁做的了。这个人，中文名徐薇薇，英文名薇薇安。我查了一下，他曾经是你的同事，你们之间是有什么过节？是有些过节，不过他就是替人做嫁衣罢了。你觉得他是被人指使的？是谁做的？我很清楚。你想怎么处理？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的，就不劳烦我们博总了。
有现成的资源你不用啊？到时候可能要让你帮我一个小忙，你不要推脱哦。等待着你的指令。今天晚上来我房间怎么样？薇薇，我们见一面吧。抱歉，丽人的总裁邀请我今天去面试，我恐怕没你那么清闲。白天没有时间，那就晚上。云顶餐厅，晚上我请客如何？云顶餐厅是荣城数一数二的高档餐厅，你真的要请客？那行吧，既然你这么盛情邀请，我就勉为其难去一趟。不好意思啊，堵车了。没关系。你说这主任也真是无情，说翻脸就翻脸，真让人心寒呢。啊，我刚应聘了丽人主编的位置，手下还缺一个编辑助理的位置。要不你辞职跟着我来丽人怎么样？谢谢你的好意啊，但是我目前还不考虑。我这是为你好，与其等着被开除，不如自己辞职，还能留几分体面。你说主任也不会留着一个杀人犯的女儿抹黑电视台吧？我现在这个境况，不都是拜你所赐的吗？哎呦，江慈优，你自己栽了，可别怨我啊！我要是有你的黑料啊，也不会等到今天。哼，那你不如看看这个。没错，帖子是我发的又怎么样？我又没有污蔑你。你母亲是杀人犯，这是事实。薇薇，我今天叫你来，并不是想找你算账，我只是想问清楚，这些资料是谁给你的？没有人给我，江慈优，一直是我在调查。平时看着高贵，还以为你真是什么江家千金呢，没想到也是从烂泥里爬上来的。你这种人有什么资格瞧不起我？网上只公布了殷如云是我的亲生母亲，并且在杀人犯上大做文章，但是并没有提到我的身份，所以你是怎么知道我不是江家真千金的？我只想知道这些资料到底是谁给你的。你想知道，我偏不告诉你。你现在说，或许我可以考虑不追究你的责任。江慈优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很快就会知道。江慈优，少装模作样了，打个电话我就怕了。薇薇，主编这个位置恐怕不能给你了。李主编，咱们不是昨天都说好了吗？你应该是得罪人了，其他的我也不便多说啊，反正是上面的命令。江慈优，你究竟用了什么手段？是你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哦，你跟丽人总编的关系不错吧？怎么，跟人家睡过了？别以为我怕你，当不了丽人主编，多的是媒体杂志求着我去。是吗？那你可能去不了了，因为你现在被所有的媒体都拉黑了。你到底是谁？江慈优怎么会有如此通天的本事？真是愚蠢之极，
竟然连自己得罪的是谁都不知晓。博总，博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说过了呀，薛涛今天过生日，包间就定在云顶餐厅。没想到你跟你朋友也在这儿。没想到江慈佑竟攀上了博总。博总，您放我一条生路吧。都是夏玲，她为了坐上黄金主持人的位置，让我在发布会的前一天把这个发布到网上的。我只是被他利用了而已，我是他的工具啊！工具也该死，现在立刻离开荣城，否则……谢谢你啊，又欠你一个人情。似乎除了在床上，这个女人总是跟我泾渭分明。既然你说人情，今天刚好有机会。什么机会？我刚说过了，薛涛在这过生日，其他人都有女伴，我需要一个女伴陪我过去喝几杯，待会儿我们一起回家。好，走吧。来，我这手牌可大了，你们可赢不了我啊！喝呀！哎，你说阿修到这个点，怎么还没有到？喝，输了就要喝的。进修哥哥，他是谁？这是我的女朋友江思雨。女朋友？你怎么能有女朋友呢？你对得起我吗？我有女朋友，还需要问过你吗？博进修，我可是你未婚妻啊！那是老一辈的决定，与我无关。你明知道博爷爷最看重我，已经私下跟我家约好了，只是没有对外公布而已。既然是老爷子的决定，那你嫁给他吧。博进修，你没有心！举办的婚事还不作数，不要胡闹啊！哥，你到底帮谁？难道你任由你的妹夫在外面养其他狐狸精来打我的脸吗？妹夫狐狸精，这丫头真是什么都看出。阿修啊，我被刚都喝了2杯，一时言不择语，别跟他一般计较，给我个面子。怎么了？别说话，别胡闹，过去坐那边。啊，这就是江小姐吧？我们之前在皇家高尔夫球场见过的。我今天正好在这里吃晚餐，听到阿修说薛少过生日，想要过来讨一个生日蛋糕，沾沾喜气。那是当然的，能得到江小姐的赏脸，那是我的荣幸。来，请坐。走。太子爷不是一直喜欢那个姓沈的女人吗？为了那个沈小姐一直守身如玉至今。的是谁啊？今天带江慈优来，江慈优，这是闹大主啊！是不堪薰儿小姐的骚扰，还是想通了？不知道啊，还是不愿意当沈儿小姐的柳下惠呀？我为了进修格格，连出国深造的机会都放弃了，千里迢迢跑来这个小城市，就是为了让他能多看我2眼。现在他当众承认他女朋友，将我置于何地？出去接个电话。狐狸精，你故意的！就是你哎呀，你到底闹够了没有？进修哥哥，薛小姐好像喝醉了。狐狸精，进修哥哥也是你叫的，好不打烂你的脸！别太过分了，否则别怪我不给你哥哥面子。进修哥哥，你没有看到是他欺负的我吗？你看我的脸，你看我的身上。没有，有没有事？
没有，我好害怕，我想回家。走，我带你回家。怎么样，博总对我今天的表演还满意吗？好好的生日宴会，你说你把人家寿星的妹妹弄成这样，你问我满意吗？真坏啊！你叫我来，不就是为了想借着我拒绝那位薛小姐，让她失望死心，停止对你的纠缠，并且顺势毁掉这份你不喜欢的婚约吗？大家族之间的利益千丝万缕，既然已经定了婚约，薄敬休想悔婚，就需要一个背锅的，我就是最好的人选。到时候大家只会怪我这个狐狸精，而非他本人。你想太多了吧？那你今天叫我来是做什么？走吧，先回家吧。这么多年，夏琳做了那么多对不起我的事，我都选择了原谅，因为我曾经真心把她当朋友。可是这一次，不会了。喂，夏姨啊，你知道夏琳回国了吗？夏玲，你个死丫头，果然是你回国了，竟然都不知道说一声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大家都来看看，看看这个不孝女！我辛苦把你养大，供你吃，供你穿，供你上学，现在找了个有钱的男朋友，自己穿金戴银的，就不管我这个爹妈的死活了。他爹现在还残废，躺在床上，他也不闻不问的，简直是丧尽天良了！哎，你干嘛呀？哎呀，这样对自己的爸妈呀，太过分了！我的命好苦啊！你太过分了！怎么养了你这个白眼狼啊？什么狗屁主持人，连自己的爹妈都不管了！我当初生你的时候，那产了3天3夜，早知道你现在是这个样子，我当初还不如直接把你扔到水桶里淹死算了。大家给我评评理呀！你看这个白眼狼，这个夏琳我认识啊，这不是黄金档那个主持人吗？自己过得这么好，绝不赡养父母，什么玩意儿？就应该抵制，回头我就去电视台举报他。哎呀，我根本不认识他，他就是个神经病。夏琳，你也尝试一下白糖肉变吧。江思瑶，你给我滚到医院来！什么事啊？夏琳正在抢救，如果我们的孩子保不住，我不会放过你。我家里的事只有慈优知道，我家连电视都没有，我妈连大字都不识几个，根本都不会看新闻的。是江思优跟电视台指使的，来电视台闹的。现在同事们都知道我妈是个疯子，我根本抬不起头。汤主任刚才打电话告诉我，黄金档主持人要换人了。我努力那么久才得到的位置，江子瑶的最豪横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
你放心，你还有我，你就算不工作，我也会养你一辈子。江慈佑，你还真敢来！我问过医生了，他肚子里的孩子没事。你看起来很失望，你非要杀死我们的孩子才肯罢休吗？心如蛇蝎的女人！是你把我的事告诉我妈妈的。没错。慈佑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你明知道我爸是个魔鬼，你为什么推我入地狱？彼此彼此吧。我知道，但是那些帖子都不是我发的，我发誓，我可以拿肚子里的孩子发誓，真的没有。你可别发誓了，我怕本应该落在你身上的报应落在你孩子身上。严峰，你别忘了，从小打架你就打不过我。江慈佑，我这辈子做过最后悔的事情，就是从小爱你。宠你，把你宠到无法无天。你真的爱过我？你要是爱过我，怎么会被夏琳三言两语挑拨了我们的关系？怎么会在我最绝望的时候背叛我？我们两个走到今天这一步，难道你就从来没有怀疑过夏琳？曾经我们也是无话不谈的朋友，是彼此青春悸动的初恋，现在却变成了互相憎恨。林林不像你，她善良。而你一直在伪装。是夏琳，资料都是夏琳给的。她为了坐上黄金档主持人的位置，让我在投票的最后一天发布在网上。不是我，这不是我，这是薇薇安陷害我。慈佑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没错。这个音频就是假的，我找人重新录的，根本就听不出来是薇薇安的声音，所以你怎么知道发帖的人是薇薇安？夏玲，我告诉你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我已经失去了黄金档主持人的位置，不能再失去严峰。阿峰，你相信我，都是他要害我的，这是他设的局，他想害我，想害我们的孩子。好痛，我的肚子好痛。玲玲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，我不会相信江慈佑的，不会相信他。江慈佑，你想和我斗，没那么容易。醒了吗？我出差回来了，过来博士一起吃午饭吧。好。江小姐，博总还在路上，还有大约10分钟到，您随意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江笑笑的简历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想吃糖醋排骨。爸妈，你们都被江慈佑骗了，她是假的，我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。她是殷如云的女儿，殷如云为了报复我们江家，在20年前偷偷调换了我跟江慈佑。你说你是我们的女儿，你有什么证据？爸妈，我从小就被殷如云虐待，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。而江慈佑
他代替我，在你们的悉心呵护下长大。我好几次差点就要死了。原来你竟然是殷如云那个贱人的女儿，还害得我的女儿这么苦。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该死的人是你！从今天起，滚出江家！我再也没有你这个女儿！妈，爸爸，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江笑笑在江氏待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来博士应聘秘书助理？你回来啦？真想我？才没有。我真是中了你的毒。喂，悠悠，晚上回来吃饭吧。你都好久没回家了，爸爸想你了。爸爸一直对我很好，当初姚淑兰执意要赶我出门，断绝关系，是爸爸拦着。后来江笑笑认祖归宗，也是爸爸当众宣布，我永远都是江家的大小姐。好，我晚上回去。好。我先走啦，晚上不用等我了。去哪儿？秘密。江慈佑，听说你被电视台给停职了？妹妹倒是很关心我，我也不想知道呀。可是你的丑闻都挂上热搜好几天了。江慈佑，你还以为你是江家大小姐，因为丢了工作就装绿茶装可怜，博取爸妈的同情，还想再捞点好处吗？没想那么多，我只是回来看看爸。那是我爸，不是你爸，你就是个杀人犯的女，你还有脸回来？旁人说说就算了，怎么妹妹还一口一个杀人犯的叫？比起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人，你才是殷如云养了20多年的女儿，你们感情不应该更深厚才对吗？殷如云就是个杀人犯和人贩，他毁了我原本璀璨光明的一生，我恨他怎么了？所以你当时分明就在现场，却不肯出庭作证，让他从防卫过当变成了故意杀人，现在还有可能面临无期徒刑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不知道就算了。江慈佑，你到底还知道些什么？你把话说清楚。打死你！打你！大弟，别打了，滚！你再这样就出人命了！我报警了！滚！警察同志，这里有人打架，对方快打死人了，你们快点过来！好。什么人啊？如果邻居说的是真的，殷如云很有可能是防卫过当、过失杀人。江笑笑在法庭上却没有为他辩解一句，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秘密？你觉得我应该知道些什么？江慈佑该不会知道了什么吧？不可能，
如果他知道，怎么可能悄无声息3年？江慈佑，你就是我江家收留的一条狗，你最好清楚自己的地位。狗要是敢开口乱咬主人的话，那它的下场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。我听说呢，一个人越心虚越害怕，叫的就会越大声。妹妹这么紧张，殷如云的杀人案恐怕另有隐情啊。江慈佑，你还敢胡说八道！看来今天我不教训你，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。妹妹，我究竟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？你住手！小小，你在做什么？爸妈，他是装的。事实如何，我们看得清楚。我说过多少遍了，悠悠永远都是我们江家的人，也是你的姐姐。以后你不许欺负她。你因为一个外人骂咱们女儿做什么？笑笑因为她吃的苦还不够多吗？幸好妈还是彻底站在我这边，没被这个贱人蛊惑。走。No， 不要和你妈妈一般见识。走，我们吃饭去。知道了吧？妈，爸，我应聘了博士总裁秘书的职位，而且已经被录取了。从明天开始，我就要去博士就职了。你在公司设计部待得好好的，去博士干什么？爸，我还不是为了咱们公司的利益，为了亲本家人这个服装品牌。只要亲本家人能够进入博士的商场，就会跻身国际高奢之列，这样就会被众多名媛和太太们追捧。也就是说呀，咱们公司的股份一定会涨的。博士的商场里都是国际顶奢，亲本家人想要入驻，无异于痴人说梦。所以啊，我应聘了博进修的秘书，也就是只要他说一句话，我一定能搞定博进修的。笑笑，妈妈支持你，你这么优秀呀，肯定能让博进修另眼相看的，没准以后还能当上博太太。原来江笑笑应聘博士是冲着博进修来的，可是他应聘的是秘书助理，几乎是见不到博进修的。江慈佑，你不说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觉得我不行？没有啊，我祝你好运。悠悠，今天就睡在家里吧。你吃。再尝尝这道菜。喂，妖姐，严峰醉了，你来接他回去吧。嗯，好，我知道了。爸，严峰喝醉了，我去接他，晚上就不留在家里了。行，你去吧。哎，优姐，你可算来了。严峰喝了好多酒，好像心情不好，你赶紧把他带回家吧。你给夏玲打电话，打给我干什么？夏玲是谁啊？我不认识啊。哎呀，你俩从小过家家就演夫妻，现在都是严太太了，不找你找谁啊？他还能走吗？怕够呛。你把他扶到外面车里，我送他回去。哎，好嘞。哎呀，走啦！松开，放开我，我还能喝。你还能自己走吗？能走自己走。悠悠，我好想你啊！哎，渣男又发什么神经？今天这个地方我觉得还真挺不错的。哎，这繁花现在什么风气啊？这大庭广众之下，这搂搂抱抱的。哎，我看这不是繁花的姑娘，这像是一对小情侣，估计闹了脾气，现在借着酒劲儿在那互诉衷肠呢。不对，太子爷，我怎么看着
她像是你的女朋友呀。是的，没错，那就是江记者。前2天你生日宴会上见过的。你别胡说。那个男的好像就是严公子，难怪那天在高尔夫球场要和江小姐打擂台，原来真是严公子的情人啊。按这么说，这江小姐一脚踩2船，一边吊着严公子，一边还勾着博总。你闭嘴吧你！哎呀，你看清楚，我不是夏玲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小优，你怎么这么可惜？你怎么能不要我？他到底是醉了在说胡话，还是当初他背叛我是另有原因？乖，我不会抛弃你。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说我不要你？是不是夏玲跟你说什么？江小优，你是不是嫌弃我？是不是因为这个伤疤？可我是因为救你才受伤的。你也说过会对我负责一辈子，你怎么能反悔呢？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会不负责，你为什么会说我嫌弃你啊？你自己写的什么？你还要狡辩？日记，我是有写日记的习惯，但没有在日记里写过嫌弃严峰之类的话。之后那日记本还丢了，就再也没写过。你看过我的日记？那你跟我说说，我到底写什么了？扶他到车里。行了，尤姐，你们先走吧，我就不打扰你们小两口了。我就是看在爷爷妈妈的面子上送他，我跟他早分开。算了，先把这个麻烦送走。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江子悠，你把我当做什么了？子悠，既然你回来了，今天晚上就别走了，在家睡一晚吧。正好等严峰醒了，再问问日记的事。好，你的房间我一直找人给你收拾打扫呢，去休息吧。就算你昨天放我回来，也别想在我这里得到什么。昨晚你喝醉了，肖凯给我打的电话。抱歉，我不知道当年你伤得这么厉害，就当是我给你的补偿。江子悠，你少在这演戏，你心里巴不得我死。你在这装什么？我没有。你日记写的什么你自己清楚。我写什么了？你言辞闪烁不肯说，那你把我的日记拿出来，我们当面对质。我早就烧了。到底是烧了，还是真相并不是你想的那样？严峰，我早就提醒过你，夏玲挑拨我们的关系，但现在你应该清楚了，夏玲并不是你想象中的与世无争的纯善之人。不过既然你已经选择了他，过往种种已经不重要了。严峰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没必要一直针锋相对。我已经把你让给了夏玲，你管好他，以后我们各自安好。江子悠，我是一个人，
不是一件随手可让的物品。你要去公司啊？为什么不接电话？昨天晚上手机没电关机了，没有听到电话。你昨天晚上等我了？我不是跟你说我有事，让你不要等我了吗？但你没说过你会夜不归宿啊。抱歉啊，昨天晚上是我不好。江子悠，你把我当做什么了？你养了一条狗吗？高兴的时候摸一下，不高兴的时候丢到一边。怎么发这么大的火？昨天晚上的事情是我不对，要不然今天晚上我补偿你。你所谓的有事，就是跟严峰在大厅里面卿卿我我。你昨天晚上也去繁花了？严峰就是喝多了，我送他回家的。他喝醉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现在跟他什么关系？我就是为了报答严家对我的恩情。你不要生气了吗？好不好？你肯定是严家的恩情，还是跟严峰余情未了？我还不能满足你吗？我还不能满足你吗？江子悠，你现在哄骗男人的招式真是炉火纯青啊！怎么，想跟严峰破镜重圆吗？博总，你越界了，你不要忘了我们约定过，我们之间就是各取所需，图的就是个快乐，你无权干涉我的生活。当然，如果博总觉得腻了，我们的关系可以随时终止。如果我现在说终止关系，他会迫不及待离开，甚至开香槟庆祝啊！江子悠，你到底有没有心呢？薄敬修，我有心又怎么了？我进过火坑，现在还要怎么相信别人？薄敬修居然等了我一晚上。悠悠，我听你这么说，怎么感觉博总对你不仅仅是玩玩而已啊？你真的对博总一点想法都没有吗？我也不是那么洒脱的人，对他的所作所为无动于衷。我好像也对他动了点别的心思，但是他是博士的太子爷，是比严峰还要大的火坑，我没有信心能够跟他长久的走下去。你呀，就是被严峰那个渣男给耽误了，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。可是作为你的闺蜜，我还是希望你勇敢一点。如果喜欢的话，那就再试试啊。我再看吧。狠心的女人，还真的就不联系了。高晨，进来一下。博总，您找我有事？把这份资料炒到热搜。是。
子悠啊，你休息的怎么样了？明天回来上班如何？电视台决定让你主持7点黄金档的新闻了。主任怎么会无缘无故把黄金档主持人的位置还给我？好，我知道了。不过主任，您能不能告诉我，为什么台里会突然做这个决定？你还不知道呢，你上网看看吧。看不下去了，我来说两句。殷如云的前夫赵大庆就是个人渣，赌博成瘾，并且常年家暴。相反，殷如云是个非常善良慈爱的人。我是当时在现场和报警的那个邻居，当时赵大庆在疯狂的打殷如云，我走开打电话去了，没看到这些情况。但是我觉得很大可能殷如云只是防卫过当，失手杀人。我也来爆料，江慈悠出生时在医院被报错，自小作为江氏集团千金在江家长大。就算殷如云真的做了什么，和江慈悠有什么关系？跟在殷如云身边长大的是江笑笑。支持江主持复工。主任也是看中这份流量，难怪让我回来主持黄金档。网络舆论不会轻易改变风向的，幕后定会有一双手在操作。会是柏静修帮忙的吗？是不是我不找你，你永远不找我？网上的那些是你做的吗？是，我花了很多钱，你要怎么谢我？那今天晚上请你吃饭吧。哟，好巧呀，姐姐也在这里吃饭呢。爸妈，你们也来这吃饭？我们来看看，周日是笑笑的生日，打算在这里大办一场。下周日也是姐姐的生日，反正我跟姐姐是同一天生日，要不我们一起过得了？我就不用了，我不想抢妹妹的风头，到时候让妹妹做一个独一无二的小公主就好了。你以为你能抢得了我的风头吗？这段时间江慈悠在网上出尽了风头，所有人都知道我是跟着杀人犯长大的，父亲还是赌鬼，我一定要借着这次生日宴让所有人看看我在江家什么地位，江慈悠又是什么。妈，姐虽然已经嫁人了，可她终归是我们江家的大小姐，总不能让外人觉得我们江家薄待了养女吧。我愿意跟她一起过生日，你觉得呢？网络上的舆论对江家和笑笑都造成了不小的影响。你为了自己的颜面，不顾笑笑的名声，你是已经嫁人了，我们笑笑怎么办？所以呢？这次笑笑的生日宴，你必须得参加。我不管你们平日里怎么打闹，这次给我演好姐妹情深。这不仅是为了我们笑笑的名誉，更是为了我们江家的名声。这是你欠我们江家的。你妈妈其实很想你过来的，她呀就是刀子嘴豆腐心。你已经3年没在家里过过生日了，这次便一起吧。好，我会过去，只要你们开心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江慈悠的软肋就是妈妈，只要妈妈站在我这一边，我就能永远压她一头。想什么呢？在想你啊，在想你啊。说的好听，说想我也没见着我。这不是博总事理万机，我不敢轻易打扰你吗？你点菜吧，今天我请客，给您赔礼道歉。道歉有用，要警察有什么用啊？小气鬼。
这2天调查殷女士，倒是意外发现了一些东西。什么？杀人了！杀人了！你怎么会有这个视频？殷女士家对面停了一辆车，车里装了行车记录仪，正好拍下了这一幕。之前邻居一直说江笑笑就在现场，但是江笑笑否认，我又没有证据。有了这个，就有了希望，我妈可能会改判。谢谢你啊，这次帮了我的大忙。我又欠了你一个人情，你想让我怎么还？帮你，我是心甘情愿的。这个男人绝对不是严凤，所以江慈优竟然出轨了。江子悠竟然真的找了一个野男人，上次在绿荫别墅的男人肯定就是他。什么事？喂，江子悠，你现在在哪儿？跟谁在一起？和男朋友吃饭啊。有事吗，严总？江子悠，你竟然敢给我戴绿帽！拜托你搞清楚我们2个是什么关系，何来戴绿帽一说？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是夫妻，你在外面找男人有没有顾及我的脸面？你别忘了，我们是办过酒席的。既然我们是夫妻，那你跟夏玲私奔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我的脸面？更何况我们从来都不是真正的夫妻。严峰，我跟你已经没有关系了，我的事情你无权干涉。男朋友这3个字，听着还挺顺耳的。这人好歹是大总裁，对我的心思毫无掩饰，我都快没办法继续装看不见了。江姐，快过来，有夜宵和奶茶。这都是5星级饭店打包过来的，可好吃了，你也尝尝。谁请客啊？林姐的男朋友，海丰建筑的严公子啊。林姐播9点的晚间新闻，现在才7点半就过来了，对她可真好。子悠，我特意让严峰点了你最爱吃的杏仁豆腐，你可一定要多吃点。不用了，我不吃，你们多吃点。阿峰呀，也总这么嘱咐我呀没什么胃口，总爱吐。阿峰怕我在台里吃不好，就非要天天监督我，看着我吃饭。那还不是为了你。玲姐，你跟严公子可真是太甜了吧，我们还用吃蛋糕吗？吃狗粮就管饱了。我们玲姐和严公子郎才女貌，能吃到这么好的东西，都是托了玲姐的福气。是啊，夏玲，你现在肚子也这么大了，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？记得叫我去吃喜酒。这个臭女人明明知道我不被严家接受，现阶段不可能结婚，还故意这样说。玲姐，我看你这肚子也快3个月了吧？什么时候办婚礼？再晚一点可不好穿婚纱呀。若是办婚礼，一定请大家过去。哎，是我记错了吗？严家3年前好像已经办过酒席了吧？虽然有点低调，但是在我印象，女方家里也特别有钱。哎，好像据说是商业联姻啊。说他那
可能是我记错了吧？难道夏玲是小三？没听见夏玲说过，他们这是商业联姻。夏玲不会是小三吧？若是夏玲，她就不会称严公子是她男朋友了。江姐，你和严公子、林姐都认识，林姐不可能是小三吧？你这么直，在电视台怎么混得下去啊？不过现在说起来，结婚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，毕竟现在离婚率也这么高。严公子，你说是吧？啊？严公子真的结过婚？那么夏姐真的是小三啊？姜思优，你够了！各位慢慢吃，我有事先回家了。江姐，怎么回去这么早？家里那位管得严，门禁9点半。天啊，江姐，你居然谈恋爱了！完蛋了，我们电视台的单身男士今晚是要睡不着喽。去，慢慢吃啊，我先走了。怎么回事？你说，今不是很高兴，这太尴尬。姜思优，你把话说清楚。严峰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之前不是日日盼着我还你自由，现在我放手了，你倒是纠缠不清。怎么，很享受脚踏2条船，我和夏玲为你争风吃醋的感觉？姜思优，把话说清楚，奸夫是谁？你放手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严公子，你找我？伯总，肚子饿不饿？带你去吃点东西。薄清修怎么来？又瞎制作。我不说话的话，估计待会儿他不知道要怎么闹。阿修，我想吃你做的糖醋排骨。那我们先去买点排骨。不行，度假村的项目岩石还没有拿到手，我不能和伯总翻脸。请问伯总，跟我的太太是什么关系？看不出来吗？伯总难道不知道姜慈优是有夫之妇吗？有夫之妇？那把你们的结婚证拿出来看一下。姜慈优竟然把我们没领证的事都说了。我们办过婚礼，宴过宾客，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的关系。结了婚以后，姜慈优也一直住在我们家。我们的婚姻不需要用一个证来证明。姜慈优，你还不快跟我走？严公子，请你自重。既然你们的婚姻名副其实，那夫妻关系就应该忠诚而专一。严公子和夏玲小姐肚子里的孩子又算什么？至于严家的脸面，早在严公子携情人私奔的时候早就丢光了，现在拿出来说什么？慈优现在是我的女朋友，如果你再敢骚扰我的女朋友，度假村的项目别怪我不给严氏一点机会。走吧。姜子优是怎么搭上博总的？是我想多了，博总怎么能看得上姜子优这种二婚女？阿峰，你是不是对慈优还有感情啊？以前我每次问他，他都会立刻否认。可是现在，如果严峰动摇了，要和姜慈优破镜重圆，那我怎么办？阿峰，你和慈优离婚好不好？夏琳一直不知道我和姜慈优没有结婚，又何谈离婚？夏琳，你不是说你不要名分，只要我跟你结婚就行了？可是你答应过我，要给我严太太的身份的，更何况慈优今天是故意那么说的。现在同事们看我的眼神跟看第三者一模一样，我可以不要名誉，但我们的孩子呢？难道让我们的孩子出生以后父亲内来要挟不祥是吗？
你让他接受所有人的指指点点是吗？这件事以后再说。回国之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，现在因为江思友，一切都变了。江思友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看来还是被严峰影响情绪了，不准想其他男人。还是怀念以前的你啊，又乖又奶，现在怎么变得这么霸道？要不然我要是不乖，你怎么上钩啊？我从第一次见到他一直戴着这个蓝色耳钉，没有摘下来过。我看你一直戴着这个耳钉，是有什么特殊含义吗？没什么特别含义。女人送的。怎么，吃醋了？我什么都喜欢吃，就是不喜欢吃酸的。等你什么时候吃醋了，我就告诉你。送铂金修耳钉的那个女人，对他来说一定很重要吧？我出去几天，记得想我。好像已经开始有点想他了。逼了这份感情这么久，终究还是忍不住动心。小白脸出差几天，我就失眠几天，还早，一会儿。这几天铂金修都没有再来过，上次你们只是在演戏吧？你这么爱我，怎么可能会移情别恋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严峰，你刚想偷亲我，你怎么这么贱啊？阿峰，江思友，你为什么要勾引严峰？我好好的在这里小睡，怎么勾引他了？夏玲，倒是你管好你自己的男人，别来骚扰我。严峰早就不爱你了，他刚才也是一时鬼迷心窍。你别以为你用那些不入流的小技巧，就能妄想你们能够破镜重圆。夏玲这是狗急跳墙了。夏玲，我一直以为你们两个的感情情比金坚。说实话，严峰当初为了你抛下一切的时候，我挺震撼。好一对梁山伯与祝英台。但是现在看来，你们两个也不过如此。你懂什么？你就是嫉妒我们。夏玲，你没名没分的跟着严峰，能够倚仗的也只有严峰对你的爱。但爱这种东西瞬息万变，你一天没名没分，就一天夜不能寐吧。我无名无分还不是拜你所赐。严峰他不爱你了，你为什么还要缠着他不放？你到底要什么才能跟他离婚？严峰居然一直没告诉夏玲，他和我根本没领证。看来严峰似乎也没有那么爱夏玲，说夏玲知道了，肯定要大闹一场。既然这样，我就让这把火烧得更旺一点。好啊，只要你现在能让严峰在离婚协议上签字，他签我就签。你会有这么好心？
夏玲，看你本事了。以夏玲的性格，肯定会向严峰逼婚，到时候势必知道严峰不愿意娶她，想想就有趣。这就叫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。你不是要出差1周吗？对啊，提前完成工作，上车。江小姐，博总这次可是把我们折腾坏了，连续7天的路程，硬生生压缩成了3天。我们整个团队不停不休，整整劳作了72个小时，差点英年早逝。啊，这么惨啊！既然是定好的行程，你们为什么这么赶进度？因为博总想给您过生日。闭嘴！这些话明明是您叫我说的，去接江小姐的路上还逼着我排练了2遍。给你买的生日礼物，你看喜不喜欢？我们这次出差，博总还特意去了趟国际珠宝展，专门精心给您挑礼物。可见博总对您的心意。闭嘴！这也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难道比我的心意重要啊？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看到这条项链就想起了你，而且它有特别好的名字，叫弃暗投明。我很喜欢这个礼物，谢谢你。我帮你带上。对了，后天的生日，你想怎么过？我应该要回江家，跟江笑笑一起过。什么时候跟你妹妹关系那么好了？这次没办法，已经答应她了。那我尽量早一点回来。你买一个小蛋糕，等我在家，我们一起吹蜡烛。好。博总，这里是政府选出来的3个建筑公司，请您做出最后的选择。万华、锦瑞、海丰，就海丰吧，3日后再公布。明白。博总，您是想替江小姐还了江家的恩情，最后两不相欠吧？高秘书，之前没发现你这么多嘴啊。江秘书，你有什么事吗？高秘书，我是来找博总的。江秘书，你一天干活不积极，总来找博总干什么？这里是总裁办公室，没有允许，不得进入，请你出去。这个一本正经的高秘书可真是讨厌，3番2次阻拦我见博进修，等我当了博太太，一定第一个开除他。哎，你这人！博总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们上次在老太太寿宴上见过的。江笑笑。博总，我们仅有一面之缘，你居然还记得我？我记得没让你进来吧？把人带出去。是，博总。我是有正事，博总，今天冒昧打扰你，其实是有一件私事。明天我生日，在云顶餐厅，我想邀请你来参加。走。等等。
生日宴会。我应该要回江家，跟江笑笑一起。好，我会去。好的，博总，我等你。博总不但没有怪罪我擅闯办公室，还要去我的生日宴。他对我并不是没有感觉，博太太的位置迟早是我的。慈悠姐，你的快递我帮你拿过来了。谢谢你啊。是什么呀？这条裙子好看是好看，但是这是2年前的旧款啊。江笑笑拿着母亲的名义让我穿旧款，是怕我在生日宴会上抢了她的风头，还是这么上不了台面的手段？让我们有请今天的2大寿星江慈悠小姐、江笑笑小姐，有请。好，好。江家2位小姐的入场方式，地位可真是高下立见呢。很显然，江太太还是更看重江笑笑，看她身上的衣服和首饰都是最新款，江慈悠的却是旧款。但是江慈悠无论是从外貌还是气质上，都比江笑笑好太多了。江慈悠这一身破衣服美什么美？这群人也瞎跑，让你得意有，因为今晚我给你准备了大礼。姐姐，帮我拿一杯香槟过来。笑笑，你看你姐姐身上那条裙子，怎么像你上次在免税店淘的打折货？是啊，这种衣服对我来说就是地摊货，我不要，所以随手送给她喽。她居然穿着你不要的衣服来参加这么重要的宴会，也不嫌丢人。怎么说也是曾经的江家大小姐，连一件裙子都没有吗？她算什么江家大小姐？我爸妈早就不认她了，是她死皮赖脸赖在我们家不走。哼，地位连个保姆都不如。她就是舍不得你家的荣华富贵，真是不要脸。无所谓了，就当是养了一条宠物狗。你看她呀，多听话呀，叫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。你的香槟。姐姐，我的鞋脏了，你帮我擦一下鞋呗。啊，江慈悠，你干什么？请你喝酒啊，多喝点，别客气。笑笑，他刚刚的动作是祭祀死人，他诅咒你去死啊！江慈悠这个贱人，竟敢用这种方式当众羞辱！江慈悠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什么身份和地位，你不清楚吗？要不是我求着妈妈，你压根就不配跟我一起过生日。你不感恩戴德就算了，还敢这样对我。笑笑，他都把你贵重的鞋子泼了，你快让他舔干净。你生日他还敢诅咒你吗？应该让他跪下来磕头认错。笑笑，他敢打你的脸面，你一定要好好教训他。江笑笑，我劝你别作死，不然我还有100种方法能够让你更丢人。江慈悠小时候练过跆拳道，我不是他的对手，打起来我会很吃亏，还会搞砸我的生日宴。不过自然有人能收拾他。姐姐，鞋脏了就脏了，反正我还有很多双高定啊，怎么能跟姐姐计较呢？江笑笑又要高升。夏琳姐姐，我在这里。夏琳怎么也来了？夏琳姐姐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夏琳，我的好姐妹，人家可是海归，刚从海外留学回来呢。大家好，我是夏琳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慈悠，生日快乐！夏小姐和江家的江大小姐还认识？其实认识，关系还很亲密呢。今天我有件事情要宣布，姐姐，你该听一下的。大家晚上好，我叫江笑笑，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的生日晚宴。今天呢，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向大家宣布。这位是我的好姐妹夏琳，我和她之间有着特殊的缘分，也就是说，在今天这个大喜的日子里，
我们江家决定收她为义女。从今往后，夏琳姐姐也就是我们江家的千金了，希望大家多多关照哦。看着背叛你的闺蜜也成为豪门千金，与你姐妹相称的滋味不好受吧？江笑笑，你是懂怎么恶心我？江笑笑，你在胡闹什么？这个女人不是和严峰的关系不清不楚吗？你这样做不是让慈幼很难堪吗？爸妈都同意了。妈妈，你明知夏琳背叛我，还插足我的婚姻，你真的会认夏琳做干女儿吗？没错，夏琳和我们江家有特殊的缘分，我们江家决定收夏琳为干女儿。干爹，干妈，乖。慈幼，我被收做江家的干女儿，你不会不高兴吧？慈幼，你不会生气了吧？夏琳，收起你这副无辜的嘴脸，我看着觉得恶心。慈幼，我自小家世不好，从小的家境就是家暴，但自从我在高中的时候遇见了你，是你把我从泥泞里面拉出来，你保护我，我这辈子最该感谢的人是你。所以你现在说这些，是想表达你怎么恩将仇报的事吗？你是对我很好，但我就是嫉妒你，嫉妒你有一个好的家世，嫉妒你有一个疼爱你的父母，还有从小到大宠你爱你的严峰哥哥。凭什么我没有？我偏要抢走你的一切。是你的自卑敏感在作祟，才让你坏事做尽。你的糟糕跟我无关，你从我身上抢走的东西也伤不了我半分。你凭什么不在意？江思瑶，你甩不掉我，你这辈子都不可能。好疼！我的孩子，江思瑶，你为什么要推我？摔下来了，姐姐，你怎么能推夏琳姐姐呢？她肚子里还有宝宝呢，就算你再讨厌她，也不能伤害她呀。是不是夏琳姐姐怀了严峰哥哥的孩子，所以你容不下她了？原来这都是你们设计好的圈套啊！江慈佑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夏琳，我这就送你去医院。阿峰，我已经没事了，没那么疼，只是我不知道慈佑为什么要推我。他扔不下我们的孩子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江慈佑，他肚子里的孩子要是有什么事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看来这江家大小姐还真的推了人，人家肚子里还有孩子呢，真是太恶毒了。龙生龙，凤生凤。听说他的母亲是个杀人犯，父亲是个酒鬼。当初他亲妈为了让自己的女儿享受荣华富贵，调包了江家的真千金，现在又来害旁人肚子里的孩子，果然骨子里的坏一脉相传。江家和严家原本是定了娃娃亲的，江大小姐喜欢严公子，可严公子喜欢的是夏琳，简直就是妒忌，所以想害死别人家的孩子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爸，姐姐推了夏琳姐姐，夏琳姐姐肚子还怀着孩子呢。干爹，慈佑他不是故意的，他不是故意要推我的。慈佑，虽然你不是故意的，但是夏琳的摔倒你也有责任，过来道个歉，这件事就算过去了。我没做过的事情，我为什么要道歉？这江大小姐简直冥顽不灵，
这么明显的台阶竟然不下，真当自己是江家亲生的血脉啊！这江宗远是个体面人，怎么养出来的女儿这么不识好歹？一个两个，真不让我省心。今天要是这么多人看我笑话，江慈佑马上向夏玲道歉。我没推夏玲，我不道歉。如果不道歉，我就没有你这个女儿。舒兰，你在怪我阻止你赶走慈佑，还坚持说她永远是江家的大小姐。你别忘了，笑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她受了这么多的苦，你怎么还向着江慈佑？怎么了？你想想，如果你现在赶她出去，只会让别人看江家的笑话。留她在家里只是多一双筷子的事情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立了遗嘱，以后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笑笑的。这还差不多。其实我一直都知道，在爸爸心里，江家的面子比我重要。我只是贪恋这份亲情，如今为了江家的面子，爸爸还是会选择委屈我。爸爸，我今天最后一次叫你爸爸。古有割袍断义，今天我也来效仿一下。慈佑，你什么意思？父不知女，女不知父。我今天在此宣布，我江慈佑跟荣城江家从此以后再无半分瓜葛。今日私群断亲，请各位做个见证。私群断亲，这江慈佑竟然真的做得出来！别说，他这架势还真有骨气的。江家可是荣城数一数二的豪门，他当真甘愿放弃这富贵的千金小姐身份？可别只是耍耍假把式，指不定明天就哭着要回来。一切如我所愿，终于把江慈佑这个贱人赶出江家。哼，江慈佑，你不要后悔！今日恪守3个降头，就当是还了江先生、江太太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再无任何关系。博总，我等你好久了。江二小姐和博总什么关系啊？博总就会来参加她的生日宴。看江二小姐娇羞的表情，他们不会是男女朋友吧？江家可真好命，若是江二小姐能得到博总的青睐，江家也要跟着一步登天了。不知博总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还请博总原谅。江总，今天我来只为了一件事。是为了小女？听说我的女朋友江慈优在这里受了欺负，我这个人护短的紧，绝不允许她被任何人欺负。江慈优什么时候又勾搭上博总了？夏小姐，你说江慈优推了你是吗？我相信江小姐她不是故意。不管是不是故意的，你说江慈优推了你，你没说谎。我没有说谎，我刚上楼就是想跟江小姐说几句话，可能她心情不好就把我推下来了，大家可都看见了。江小姐说了，宴会厅里没有装摄像头，不可能有破绽。我亲眼看见的，我亲眼看见姐姐把夏玲姐姐从楼梯上推下来的，我和我的小姐妹们都看见了呀。没错，我们都看见了。好，那就让事实说话。什么事实？这里不是没有监控吗？别怕，也许就是虚张声势而已。进来一下。博总，你找我有事？打开鹰眼系统。好，立刻去办。那不是最高级别的监控系统吗？可以无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，它能调出任何地点、任何时间的高清监控。怎么会突然冒出一个鹰眼系统？明明这里没有监控呀！不，我不信。你是对我很好，
但我就是嫉妒，凭什么我没有？我偏要抢走你的一切，凭什么你不在意？江子悠，你摆脱不了我，永远都不可能！啊！原来夏琳才是小三啊！江子悠高中时帮了他那么多，他却抢人男朋友，恩将仇报，白眼狼。从头到尾，江子悠都是坦坦荡荡，夏琳看着无辜柔弱，竟是心思歹毒之人。江笑笑指天发誓，口口声声说亲眼看见，显然是同谋。何止啊！他让江家收夏小姐为义女，不就是为了恶心江子悠？难怪江子悠私群断亲。是我错怪了子悠。诸位，对不起，我家2个女儿稚气胡闹，让大家看笑话了。今天的事，是我们错怪了我家的大小姐子悠。我想，笑笑也是被外人蒙蔽，才做出了糊涂的事。至于今天收干女儿的事，就此作罢。我们江家也不想收一个居心不良的女人当干女儿。夏小姐，请您出去，我们江家不欢迎你。严公子，您苛待子悠，我也不欢迎，请您出去。啊！子悠，是爸爸错怪你了。笑笑，快给你姐姐道歉。姐姐，我跟你开玩笑呢，你不会怪我吧？子悠，你妹妹从小不在我们身边长大，自然糊涂。你作为姐姐，就原谅她一次。咱们毕竟是一家人，哪有隔夜仇啊？他是开玩笑，我可不是。我已经与江家断绝了关系，所以你们的道歉我不接受。我被误会的时候，他们从未有一秒怀疑过我是冤枉的。而江笑笑证据确凿，他们只想用一时糊涂不懂事把事情结果，哪有那么好的事？你这个逆女！江总，别往我女朋友江子悠身上甩大锅，我们不接受。走。对了，各位，今天是我女朋友的生日，我在云顶餐厅88层设立宴会厅，各位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可以来参加生日宴。博总，我们去给江子悠小姐庆祝生日。我也去，我也去，我也去。哎，别走啊！哎，别走啊！阿峰，我错了，我就是因为太爱你了，我怕你回到子悠身边，我才做了这样的傻事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夏琳，我已经原谅过你一次了。上次你利用薇薇安陷害江子悠，我已经原谅过了。夏琳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阿峰，你就看在宝宝的份上，你能不能原谅我一次？求你了。你今天摔了2次，没事吧？阿峰，我肚子疼。我送你去医院。夏琳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觉得我很了解你，但今天你让我很陌生。难道你在我面前的温柔善良都是装的吗？阿峰，我自小在不好的环境里长大，我没有点心思怎么活到现在，我也是逼不得已的。夏琳，你放心，你的未来不会比江子悠差。阿峰，我不想你再被江子悠影响，你和子悠离婚，我们好好过日子好吗？阿峰，江子悠现在已经想和你离婚了，他现在有了博总，已经不稀罕严太太的位置了，他已经把你让给了我，他还签了一份离婚协议书，现在只差你签字了。阿峰，你知道的，江子悠她就是这样的女人，
他之前可以为了你受伤而离开你，现在也可以为了其他更好的选择而放弃你。你说江慈游签了一份离婚协议书？对。江慈游说了，只要严峰先签下离婚协议书，他就会签字。只要让严峰以为江慈游先签了，以他的骄傲，他肯定会签字的。夏琳，你又在骗我！我和江慈游根本没有结婚和领过证，哪里来的写离婚协议书？江慈游的签名也是你模仿的吧？你一直在模仿他的自信，他的日记也是你写的吗？夏琳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你为什么要一直骗我？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严峰，你疯了呀！你现在就给我滚！真是太没想到那舞跳这么好，郎才女貌。是啊，郎貌女才呀。今天是我女朋友江慈优的生日，但凡各位送上一份生日祝福，都会成为云顶餐厅的会员。祝江小姐生日快乐，万事如意。我祝博总和江小姐白头偕老，早生贵子。说得好，你留下一个地址，一会儿给你送一份薄礼。博总我也要，博总我也要，给我一份吧。哇，是玫瑰镯心，燃烧一次要1个亿啊！不愧是博总啊，就是大手笔。我一会儿带你去个地方。你要带我去哪里啊？去就知道。走。哇，好美啊！今夜这里的烟花为你绽放。小白莲可真会啊！这份热闹驱散了我心里的委屈和难过。这么多烟花，得花多少钱啊？你很缺钱吗？你怎么老跟我提钱啊？你重金买我开心，我也得礼尚往来不是？我不喜欢你这般跟我泾渭分明的样子。你我之间还是算得清楚一点比较好。这么好的戏份，你非要煞风景？无论如何，今天谢谢你，谢谢你在我最狼狈的时候，给了我一场盛大的体面。如果你真要谢我的话，那你给我一个东西。你想什么？名分。你今天不是都当众宣布我是你博总的女朋友了？想必大家明天就都知道。那你真是我女朋友了？当然不是。我以为今天我英雄救美，你能感动吗？我是很感动，但这是两码事。你也看到了，我刚从一个火坑里爬出来，我不想再跳进另外一个火坑。我也是火坑？你是更大的火坑。你知不知道，旁人都想一步登天，攀上这盘云梯，就你觉得我是火坑，你到底在顾虑什么呀？我们两个之间的身份悬殊太大了，而且什么？你办公桌上那个照片里的小女孩，和送你耳钉的是同一个人吧？叫什么沈小姐是不是？太子爷不是一直喜欢那个姓沈的女人吗？为了那个沈小姐，一直守身如玉至今。今天带江慈优来，这是能拿出啊？你笑什么？
江子悠，你吃醋了吗？我才没人。我跟你讲，没有别人，一直都是你。救救我！谁来救救我！来人，救命啊！快来救人！谁来救救我！救命啊！谁来救救有人落水了！在那边，快救上来了！走走走！醒醒，醒醒！小优，你在哪儿？来了，妈妈。我要走了，咱们有缘再见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少爷，少爷！那个照片上的女孩子是你，这个蓝色耳钉也是你。至于沈小姐，那只是不想答应家族联姻，所以她不说。所以，当年那个小男孩是你。所以，当年那个小男孩是你。你早把我忘了吧？我可没有忘了你，而且我还一直找你。我一直没有忘了你。那当初你在黑马会所早就认出来我了，你才套路的我。是。你竟然对我蓄谋已久。到如今，我可以得偿所愿了吧？前方的路尽管布满荆棘，但我承诺，我会永远一直陪着你，绝不会抛弃你。他找了我这么多年，喜欢了我这么多年，用他的方式一步一步走到我的身边。也许我也应该勇敢一次。薄剑修，不管前路艰难万阻，刀山火海，我愿意陪你闯一闯。所以你愿意当我女朋友了吗？给你个试用期吧，看你表现。你一定只能是我的。子悠，我终于发现我一直爱着你，这一次不管如何，我都不会放弃的。子悠，你竟然是博总的女朋友，为什么不早说？昨天放了一夜的烟花，简直惊心动魄，海外的媒体也在疯狂转播。哎，小李，你昨天也请假了，是不是也去参加子悠的生日宴了？昨天都发生了什么？给我们大伙讲讲呗！讲呗！讲吧！不能让大家知道我昨晚陷害江慈佑，否则我在电视台就名声尽毁了。哪怕是暂时和江慈佑示弱。慈佑，对不起，昨天是我错了。你看在咱们这么多年的情分上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慈佑，你这么好，肯定会原谅我的，对不对？还道德绑架上了。你这个小妖精，竟然还敢提过往的情分！我们家小优当初对你多好，你没钱上学，他给你出学费；你被你妈虐待，他给你找老师办住宿；你被小混混纠缠，他替你挡刀子。没想到今天在这儿碰到你这个白眼狼，忘恩负义，恩将仇报，还抢走小优的男朋友。昨天假意摔倒，还陷害小优推你。哼，你的所作所为实在不配为人，更不值得原谅。伯母，您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哼，别叫我伯母，也别拿你肚子里那货说事。我现在不认，我将来更不会认。我告诉你，你别妄想严家少奶奶的位置，门儿都没有。小优，昨天的事我听说了，你没事吧？
妈，我没事。昨晚要是我在场，你就不会受这么大的委屈。这江家呀，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。断了就断了，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女儿。妈，谢谢你。明明江慈悠已经不是江家的儿媳妇，严夫人还这么看重她，凭什么？不知严夫人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啊！听说我儿子在台里签了5年的广告合约，是和夏玲签的。我今天来就是要废除这份合同。当初严峰欺骗我，说是和小优签的，我和他爷爷才同意的。这是看江姐的面子，广告合同丢了，我还怎么待在电视台？伯母，你闭嘴，没你说话的份。严夫人，你看合约的事能不能再商量一次？当然可以。之前那份合同废除，我们可以重新再签订一个，广告费可以加到5%，不过是和我们小优签的。好，都听您的。只要能够保住这份合同，跟谁签不是钱？不过我还有个条件。您说。就是把这个兴风作浪的女人给我开除，免得小优天天看她那张脸恶心。原来这夏玲真的是小三上位，抢了慈优的青梅竹马，这人气可太差了。难怪严夫人不喜欢她，哪家婆婆能容得下这种白眼狼？怀了孩子都不认。昨天慈优生日宴还涉及陷害，心机真恶毒，被赶出电视台也是活该。真是活该。严峰昨晚上一夜没有回来，打电话也不接。如果再失去这份工作，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伯母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你对小优做出那些坏事，你没有想过你自己有今天的后果吗？你这叫咎由自取，与人无尤。唐主任，像这种道德败坏的人当主持人，对电视台的名誉恐怕很不利吧？严夫人说的是，钱不钱的不重要，我们电视台向来把名誉放在第一位。夏玲，你可是哥大高材生，我们荣台庙小，容不下你这尊大佛。请到人事处递交辞职信，这样大家都体面点儿。就是啊，那我也没忍。哎，妈，谢谢你。傻孩子，替你出头是应该的，谁家孩子谁心疼，你是我看着长大的。不管江家那边如何，我和你爷爷永远都是你最亲的人。之前是阿峰那个臭小子辜负了你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指望你回头去原谅他。好在我们家小优是个有福之人，博总真的是你男朋友。妈，你不会怪我吧？傻孩子，我怎么会怪你呢？你就应该多谈几次恋爱。之前耗在阿峰那混小子身上，太亏了。好好谈谈吧，哪怕没结果，就冲博总那容貌身段，咱也不亏啊。原来妈的思想这么新潮。啊，忘了告诉你个好消息了，度假村那个项目被海峰拿下了，是博总钦点的，恐怕是看在你的面子上。不会的，妈，阿修是个公私分明的人，海峰也是有实力的。不管怎样，既然成了人家情，咱们就要感谢。他现在是你男朋友，是这样，晚上你带他回家吃顿饭，我们好好谢谢人家。好。你怎么来了？来蹭饭啊。这么能说想我了？我想你了。你就敷衍我吧。你在忙吗？如果是你的事儿，我就不忙。晚上跟我去一趟严家呗。去严家做什么？我和严峰虽然分手了，
但是爷爷和妈待我如亲生，他们想感谢你给严家度假村这个项目机会，顺便见见我的男朋友。所以是要见家长的意思？你说是就是了。既然是见家长，我一定好好表现。你在干什么啊？第一次见家长嘛，礼数要备足，争取拿下。还是那个花样很多的小白脸。小优，你们可算是来了。爷爷妈，他就是我之前给你们提到的薄敬修。早就听说过薄总的名讳，今天倒是头一次见。安姨，叫我小修就好。这是我们博氏集团化妆品公司研发的黄金面膜，但您这么年轻，恐怕用不上。好，还是我们小优没有选错人，快进来吧，快坐。哦，对了，严老爷子，听说您爱喝茶，我特意买了点极品红袍，还望您笑纳。谢谢薄总，太客气了。严老爷子，叫我小修就好。好，就叫小修。哎呀，郎才女貌啊！什么郎才女貌？小优是我的太太。你看你都成什么样子，丢不丢人？阿峰，别闹了，今天家里来客人了，上楼去洗个澡，换身衣服再下来。爷爷，严家的处境现在是很困，但是还不至于用和亲来解决。混账！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说错了吗？江慈又是我的女人，现在却要在这个人面前虚与逢迎。如果严家的利益需要用我严峰的女人来换，那我宁愿不要。真是冤孽！严峰，你要不要脸啊？我不是你的妻子，更不是你的所有物，我不是你能够拿来利益交换的物品。小优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还有，你心盲眼也瞎吗？你看不出来什么是两情相悦，什么是曲意逢迎吗？小优，我和夏琳已经分手了，我以后会对你好的，你相信我。你跟夏琳分手了，孩子怎么办？孩子打丢就好了，不会影响我们的。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，我不会相信你就这样放下了。严峰，你还真是凉薄，一句轻飘飘的孩子打掉就好了。你根本不爱夏琳，你也不爱我，你爱的只有你自己。爷爷妈，很高兴你们能够认可阿秀，我们改天再来拜访你们。好，回去路上小心。阿峰，错过就错过，以后小优就是你的妹妹，知道了吧？小优，是不是只要夏琳打掉孩子，你就会原谅我，回到我的身边？阿峰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。小莲，我们分手吧。肚子里的孩子你去打掉，我会给你一笔分手费，以后我们不会再见了。你好自为之。阿峰，不要分手。小慈友，都怪你，害我失去了阿峰。孔秀还有孩子，我不好过，你也休想幸福的活着。你到哪儿了？我在门口等你。江慈友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，让你一无所有，那就跟我一起下地狱吧。
子悠小心！阿兄，阿兄，你醒醒！来人！撞了人就想走，站住！子悠，你永远别想甩开我！伯杰兄死了，你永远得不到相逢！薄金秋醒了吗？你来干什么？我不是来纠缠你的，我是想来跟你说一句，对不起，是我辜负了夏琳，导致他把怨气撒在你的身上。如果不是因为薄金秋，躺在这里的人就是你了。夏琳已经被抓了，等待他的是法律的制裁。你说的对，是我凉薄，辜负了你，也辜负了夏琳。我知道你不会接受我的道歉，但是我还是想说一句，对不起，小优。我以后不会再打扰你了，也祝你们幸福。你醒了，还痛不痛？不痛。你是不是傻？你不要命了？不傻，为了我心爱的女人，不要命也可以。不准瞎说！我会惜命的，毕竟你还没点头呢。现在我可以转正了吗？终于苦尽甘来了。